因为熬夜看小说，我穿越到了洪荒世界。在我沉睡期间，盘古欲证大道，力劈混沌，三阶魔神闻讯，与之大战。最终，盘古演化日月，身躯化作洪荒天地，太古混沌时代就此落幕。到了洪荒初期，又有无尽凶兽肆虐洪荒，随后祖龙、元凤、史麒麟等横空出世，大战再起，血染洪荒，而我仍在沉睡。在我不知情的时候，系统悄然觉醒，检测到宿主陈玄穿越到洪荒世界，正在沉睡，正在为宿主绑定。沉睡签到系统，宿主沉睡1年，自动签到地仙境界；宿主沉睡1000年，自动签到天仙境界；宿主沉睡10万年，自动签到真仙境界；宿主沉睡无数年，自动签到鸿芒大道上增境界。事了飞去，深藏功与名。沉睡签到系统已设置了最后的道别，留待宿主苏醒时即可查看。本系统要下班了，宿主拜拜了您嘞。洪荒正值大劫，煞气滔天，此地怎么如此祥和，竟还有如此纯粹的道运？这山上定有蹊跷，待我前去一探究竟。那是道运随呼吸涌动，仅是远远观之，就让我的修为枷锁有了松动的迹象。这是何等强大的存在，怕是只有父神盘古方可比肩吧。晚辈自山脚下感悟前辈风采，特来拜见，无意冒犯。晚辈欲在此参悟，还请前辈准许。前辈小气，并未将我放在眼里，我先在此参悟，待前辈醒来，再向前辈道明缘由。这位前辈睡得如此恬静，让我感觉他好像不在这片天地之中。前辈的睡姿有几分淡然与洒脱，我悟了。108967根头发，诸位快记下。13333根脚毛，我明白了。前辈在此小气，我等见之乃是福缘，切莫惊扰了前辈。道友所言有理，我等接受前辈恩德，不如尊前辈为师，如何？此主意甚好。此地有数十万之众，皆是师尊弟子。数十万之众，太乙金仙境界为记名弟子，大罗金仙为外门弟子。若达到大罗金仙之上的境界，可为老师内门弟子。诸位以为如何？我无异议。我等亦无异议。亦无异议。这一觉感觉睡了很久，睡得我头昏脑胀、腰酸背痛的。怎么那么多人？数亿年了，老师终于醒了。这是做梦了，还是穿越了？师尊，我等皆是仰慕师尊风采，这才进入师尊的道场，请师尊见谅。你是哪位？师尊，我乃通。不对，师尊法眼如蛆，岂会看不出我的根脚？他想要的不是我名字，而是我的态度。师尊，唤我阿通即可。阿通，这是哪里？这里是洪荒南部。什么？我竟然穿越到洪荒！金仙满地走，大罗多如狗，稍微沾染一点因果，都有可能灰飞烟灭啊！外界可有发生什么大事？我听师兄弟们说道，前不久，红军杨梅、阴阳与乾坤4位老祖率军杀入西方地界，与魔祖罗豪决战，不知此时战况如何？原来此时正值道魔之争，即将进入红军引来的圣人时代。可我都穿越洪荒了，金手指呢？系统呢？我就是你朝思暮想的系统，不过我到点下班了。临别之际，特赠宿主新手大礼包，恭喜宿主获得高阶吐纳术，恭喜宿主获得封山大阵。封山大阵可屏蔽天机，隐匿踪迹，且不染俗世因果。大阵之中，宿主犹如圣人。封山大阵启动中。
现在这么多人窝在这里，迟早要出事，得把他们遣下山去。唉，念你们误入此地，乃无心之举，我便不降罪于你们。你们现在速速下山，别打扰我的清修。师尊，不要赶我等下山。师尊，外界正是魔祖罗豪与几位老祖大战，若是师尊将我们赶下山，我们一旦沾染了因果，也唯有生死道消之途了。恳请师尊收留我等。恳请师尊收留我等啊！也罢，你们既尊我陈玄为师，想来是冥冥中注定的缘分。我准许你们在此地修行，等道魔之争结束后，你们便要各自下山了，寻找自己的机缘了。遵师尊法旨。你们都做一下自我介绍吧。弟子拜见师尊，师尊叫我阿云就好了。师尊，叫我西瑶就好了。您睡了这么久，想必腰酸背痛，我替您捏一下肩膀吧。甚好甚好。师尊，我是小玉，我是小后，我给您捶腿吧。师尊，我是小溪，请师尊喝茶。甚好甚好。这些洪荒生灵都这么热情的吗？捏肩捶腿泡茶，简直是帝王般的享受。他们不会以为我是什么世外高人吧？可我只是一条咸鱼啊！师尊，我可以给你暖床。阿云，这太恶心了，去！方才师尊随手一挥，便有无尽大道之力向我涌来，真是当世无双。我若能得了师尊的1/1000，足以横扫洪荒。师尊，我等蒙昧未见大道，师尊可否讲解一二？讲解大道？我怎么知道大道是什么？讲个锤锤啊！不知道前世那些道德经、无上妙道、文史真经、紫元君受道传心法诀、修真太极混元指玄图典籍对他们有没有用？算了，先随便讲点忽悠一下，万一就悟了呢？好，谢师尊。夫道者，覆天载地，阔四方，多八极，高不可计，深不可测。夫生天地，合阴阳，包囊万物，亘古不易者，道也。夫圣人者，不凝悦于物，而能与世专一。我了个言出法随，师尊牛逼！夫生天地，合阴阳，包囊万物，亘古不易者，道也。师尊随口讲道，竟然引动时间长河，一念生，一念灭，此为大道。师尊周身浮动的是造化之意吗？道境强者以法则为基，演化天地。我讲道1000年，内容磅礴复杂，你们需潜心感悟。如有疑惑，可以现在提出，我一一解答。师尊，我一直想知道大罗金仙之上的境界。师尊，我也有此疑惑。洪荒茫茫，大道浩渺，大罗金仙之后便是正道浑元，浑元之后争道鸿蒙。原来这就是大罗之上的境界。多谢师尊开悟。敢问师尊，如何正道混元？正道混元之法，吾知有3，还请师尊开解。此3种法门，分别是以力正道、斩尸正道、功德正道。师尊，3种法门可有优劣之分？当然，最优者为以力正道，力便是力量、法则、体悟法则，破开天道束缚，超脱天地，就混于混元，此为上乘之选。斩尸正道次之，功德正道小道耳，不提也罢。多谢师尊开悟。这些对你们而言都太过遥远，还是立足当前，切勿好高骛远。师尊，我打算走剑道之路，该如何修炼？拔剑。拔剑？对，拔剑10亿次，可练成斩天拔剑术。这是剑道的至高境界吗？剑道的至高境界，应当是一剑开天。一剑开天，真霸气啊！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你还是先学会斩天拔剑术吧。是。阿通，我只是随口说说，你练不出来，可别怪我啊。不再同为混沌魔石转世，不如联手融洪荒为混沌，再创新天地。哼，罗火，你妄图独吞盘古留下的洪荒道果，与你联手，无异于与虎谋皮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那就请吧。
罗活，你当真以为诛仙剑阵举世无敌吗？难道你有破解之法不成？请3位道友现身，助我破阵。请4位道友赴死！师尊，道魔之争最终是罗活胜利，还是4位老祖胜利？是红军一人的胜利。怎么会这样？罗湖不敌4位老祖，毕生的谋划就此破碎，最终选择了自爆。那4位老祖怎么样了？杨梅重伤遁入混沌，阴阳、乾坤2位老祖被自爆炸死了，只有红军一人无伤。啊？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师尊，罗回死后，红皇以后是否会再起杀劫？轮回、生灭是宇宙万物的规律，为了消灭因果，天地会爆发一场浩大的量劫。若是不幸卷入其中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师尊的意思是，除了龙汉之劫、道魔之争，还会出现新的量劫吗？不错，洪荒以后还有数次量劫，轻则洪荒动荡，重则整个洪荒都有可能破碎。师尊口断乾坤，通晓古今未来，可否给我们透露一丝天机？此地屏蔽天机，便给他们透露一点洪荒大事吧，以免他们日后行走洪荒，惹上了不该惹的人。封神之劫，诸圣下场入劫，道门气运就此衰竭。此后天定西方兴盛，进入西游时期。师尊说，我立截教成圣，而后与2位兄长分家，更是在封神量劫之中反目成仇。我巫族11位兄长尽皆战死，我更是身化轮回，永不得出世。我因为一个蒲团结仇鲲鹏，被鲲鹏与西方2个道人劫杀。我怎会与帝君正天婚，还诞下10子？我此生只愿侍奉师尊。我才不去当什么洪荒女仙之首呢，侍奉师尊才是我此生最大的愿望。这便是洪荒大事，尔等可记住了？记住了。如今道魔之争结束，洪荒平和，天机也将逐渐清晰，你们也该下山寻找各自的机缘了。师尊，我不要寻什么机缘，我只想常伴师尊左右。师尊，我还想给你捶腿，我想给你泡一辈子的茶。师尊慈悲，还请收留我等。师尊三思啊！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量劫残酷恐怖，你们潜心修炼，低调行事。下山之后，万不可提及此地发生的一切，更不可将我曝光。谨遵师尊教诲，他日行走洪荒，我定然不会辱没师尊的威名。我等铭记师尊大恩，日后我们自然有再见的机会。下山去吧。师尊保重。师尊，阿童日后行走洪荒，定不会负了您的威名。师兄，你要往何处去？我此番打算回昆仑山苦修剑道，你呢？师尊素爱栽种灵花香草，若能说服镇元子把人参果树献给师尊，说不定能常伴老师左右。你们呢？都去往何处？我打算回瑶池仙境，闭关参悟师尊传授的时间法则。纵游时间长河，一定能够见到师尊的身影。西瑶师姐所言极是，我就在太阴星上，不为正道，只为等待师尊归来。我会在轮回中诵念师尊真名，他一定能够听到我的思念。女娲，你呢？我回不周山上看看我那不成器的兄长，然后游历洪荒，追寻师尊的踪迹。诸位同门，就此别过。大哥，二哥，我回来了。
三弟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是啊，三弟，我还以为你在外被人做了手卷呢，竟是数亿年不归，让两位兄长担心了。我外出拜师学艺，不知觉间就过了数亿年。拜师学艺？三弟，你在何人门下学艺？他们乃是我最亲近的两位兄长，报出师尊名号，想来没什么问题。我师承太玄道人。我从未听过太玄道人这个名号，难不成三弟被骗了？咦，三弟的法力呢？三弟，你这一身法力怎么没了？法力？我等剑修只修己身，人剑合一，无需法力。三弟，你真是胡闹！只修己身，如何参悟天地？将天地法力化为己用？无需参悟天地，我一身剑气纵横，威力无穷，对于日后正道大有复益。三弟，你被骗了。老师一身修为深不可及，何至于骗我？两位兄长，不若我们一起练剑。啊！不！两位兄长无心剑道，我只好独自练剑了。三弟被人忽悠了，一身法力都练没了。大哥，现在可如何是好？我们去看看三弟练剑，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也只好这样了。9亿9998，99999万，9999999。三弟明显魔怔了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岂不是让人看扁我三清？哎，你我已是大罗金仙后期，可保三弟一世无忧。就11次吧！师尊，我终于练成了！你练成个鬼！三清的名头都被你丢光了。今日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大道。何方枭首，敢在昆仑山作乱？斩天拔剑术！会死的。大哥，二哥，怎么是你们？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三弟，我养的母猪要生了，我先走了。大哥，等等我也看看母猪。修行数亿年，才得师尊的皮毛，实在惭愧。修行数亿年。小妹回来后，整个人都与以往截然不同了。这次我要一探究竟。老师，小溪好想你，何时才能与你相见？我别无他求，只愿常伴你的左右。老师，小妹竟然拜师了，好像对那个老师情根深重。我倒要看看你是何方神圣！这就是小妹口中的老师吗？让我看看你的根脚。怎么可能？如今的洪荒，除了红军，怎么可能还有让自己反噬的存在？敢攻我家的白菜，不管你是何方神圣，都要给我一个交代！兄长，你要什么交代？没什么。兄长，你也该给我一个交代吧。小妹，你口中的老师是何许人也？老师是世界最完美的存在，气宇轩昂，风华绝代。他现在在哪儿？老师已隐居洪荒。小妹，你该不会是遇到了骗子吧？他一定是骗子！不准对我老师不敬！兄长，你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。他一定是骗子！小妹住手！你怎么这么强了？还敢不敢对我老师不敬？不敢了！兄长，我老师是不是世间最完美的存在？是。看来兄长目光如炬，悟性极佳。老师说的没错，打一顿就好了。高卧九重天，图谈了道真。天地玄黄外，吾当仗教尊。吾乃红军道人，今已成圣，将于混沌紫霄宫内讲道。有缘人皆可前来听道。高卧九重天，大罗金仙之上的境界吗？道真，天地间的第一个圣人，圣人慈悲，无穷福缘。走，去聆听圣人讲道。二弟，圣人讲道，这是莫大的福缘。没错，肯定比三弟那个老师太玄道人要厉害得多。上次那一剑，
二弟莫要介怀，仔细参悟圣人讲道，定中大有所获，超越三弟是迟早的事。大兄此言甚善。毕竟是天地间的第一位圣人，诸位师兄弟想来也会前去听道。太云山一别，也已经许久了，说不定师天弟们已经有老师的消息了。无尽时间长河中，我竟寻不到老师的半点踪影，这是何故？是因为我的时间法则尚未真至化境吗？或许应该去听一听那圣人讲道，寻找突破的机缘，顺道也问问师妹们有没有师尊的消息。如果这里没有这么多的征伐，没有残酷的亮劫，倒算是个好去处啊。只是那些嫡子一个个都感觉弱弱的，只希望他们能安稳度过亮劫。现在先去看看仙草原吧。弟子们都下山了，这些花草都无人打了了，还得我亲自上手。这些都是天地初开时的灵草鲜花啊，吸收天地精华，要是能长到现代世界，岂不是无敌了？不过总觉得营养跟不上的样子，我来给你们添点养料吧。虽然我不是人，但你是真的草，这些液体可都是污秽之物啊！我好歹也是极品先天灵姿，怎可吸收这些污秽？咦，不对，我的根系怎么自动吸收了？我好像进化了，真香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黄助理，你别抢我的养料啊！你别抢我的养料啊！红军这个坏老头成圣了。红军成圣之后，巫妖亮劫、封神亮劫、西游劫，也就啾啾亮劫而已。我鼓得住，只希望这几个亮劫不要把自己卷进去。什么东西？六耳猕猴，混世魔元1/4本源孕育，因偷听红军讲道，下场极为凄惨。但这是我的地盘，有封山大阵，他重伤状态，对我构不成威胁。六耳猕猴，你为何闯入我的道场，又为何重伤？我操！世间竟有如此完美的存在！前辈莫怪，我欲前往混沌紫霄宫听圣人讲道，可实力不济，被混沌之气冲刷重伤，跌落到了前辈的道场之中，还请前辈见谅。六耳猕猴，你是不是打算运用窃听天赋，偷听圣人讲道？前辈竟然我心中的小九九都看得一清二楚，在从混沌中坠落之时，确实是如这般打算。前辈慧眼如炬，六耳正有此打算。你个傻猴子，还真想偷听啊！六耳猕猴，你下山去吧。你要偷听红军讲道，我管不着，但别在我这太云山上偷听啊！万一红军掐指一算，我沾之即死啊！前辈，六耳一生如浮萍般漂泊无根，又遭混沌之气重伤，恳请前辈收留。只要前辈肯收留，要六耳做什么都可以。这傻猴子，是不是也以为我是世外高人？不然怎么刚见面就要拜师？难道因为特别帅？前辈，我可以向天道起誓，今后为前辈侍从。千万别！真是个傻猴子！洪荒中最不靠谱的就是天道，你还向他起誓，等着被割韭菜？你现在可有因果在身？前辈，我前些日子一不小心听到三清好像要给母猪配种，这个算吗？你真是六耳猕猴，莫不是二哈附身了吧？混世魔元1/4的本源，根脚还不错，遣散了数十万弟子，有只猴子陪着也好，只要他不偷听红军讲道就行。六耳，此次圣人讲道万不可偷听，否则招致祸患，你可明白？
还请前辈指点迷津。我问你，圣人为何选在混沌紫霄宫讲道？为了筛选洪荒之中的强者。没错，实力不济无法到达，算不算有缘人？不算。既然无缘，你在洪荒窃听被他所知，又该如何？前辈不仅能看穿猴心，还看破因果，算无一策。今后若要我赴汤蹈火，我也定在所不辞。可还会窃听圣人讲道吗？不听了，不听了。入我门下，需清心寡欲，万不得妄自下山沾染因果。你可懂得？懂得，懂得。向大道起誓吧。我六耳猕猴向大道起誓，今后永远追随前辈。若有二心，大道诛我。前辈收留之大恩，六耳永世铭记，做鬼也不会忘记。做鬼也不会忘记。我去你个鬼！等你伤好了，便负责栽培那些鲜花灵草吧。是。前辈这哪里是在修炼，他是在反哺这片天地。能常伴在这等高人恩望，是我三生三世修来的福分啊！还是没什么进展，是不是这吐纳术的问题？六儿，我近来在研究一门吐纳术，你可否替我试试效果？让这傻猴子试试效果，看看是吐纳术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。为老师效劳，六耳乐意至极。啊！这些灵气若是全涌进重伤的身体，怕是直接撑爆了。即便伤愈，怕也只能运转1周天。这功法太逆天了。老师慈悲，六耳跪谢老师传法，此乃再造之恩。这只是普通的吐气术罢了，不值一提。我修了上千年，一点效果都没有，都怀疑是假货了。老师，你管这叫吐纳术？这几乎可以吞天噬地，修炼到深处甚至吞噬混沌之气，简直就是大道级别的绝世神功，媲美盘古大神的九转玄功啊！不叫吐逆术，应该叫什么？全凭老师心意。老师如此通天修为，即便是大道级功法，在他眼里也不值一提。六儿，这吐纳术修炼效果如何？一步登天，当真？当真？不对劲啊！那怎么我修炼起来毫无效果？难道是我不行？我猛得很，怎么可能不行？一定是那解绑下班的系统搞的鬼。兄长，前面便是紫霄宫了。看门童子都已是这般实力，道祖本人的修为该恐怖到什么地步？必然要比三弟那个太玄道人厉害千倍万倍。我们要是抱上红军道祖的大腿，老三等着我们超越你吧。兄长，我俩贵为三清，圣人赐下这6个蒲段，应当与我们有缘。二弟，此言大善。两位兄长，这蒲段可做不得啊！老师曾讲述，这6个蒲墩乃是天定圣人之位，日后功德正道，受洪荒天道掣主，沦为棋子，连生死都不能自己掌控。三弟，圣人有言，高卧9重天，蒲团了道真，无疑这是最大机缘。我等盘古正宗，与蒲团有缘，如何做不得？两位兄长，圣人讲道摆下6道蒲宗是机缘不假，但祸福相依，此等福缘背后所招致的祸患，两位兄长可有想过？三弟，我等一心追求大道，福缘祸患乃是道之运转，岂是我们能够左右？我等修士就是要争福缘挡灾祸，有福缘而不取，岂不是落了下乘？两位兄长，蒲盾之事，三弟勿要再说。通天师兄，女娲师妹，伏羲道友。师兄，那日我见一道斩破天穹的剑光掠过不周山，必定是师兄练成了斩天拔剑术，可喜可贺。不知可有老师的消息？这次圣人讲道，想必诸多同门都会前来，届时定会有老师的消息的。两位道友，幸会幸会。伏羲道友，这般模样是何故啊？无妨，只是误入了不周山上的禁地，过2天就好了。原来如此，我观伏羲道友也是大福缘之人，不若与我儿同坐。多谢道兄提醒，容我推演一番。此蒲盘与我无缘，竟与小妹完美契合。小妹，这蒲洞与你有缘，我先替你站着。让师兄见笑了，
我去开导一下兄长，让他明白这蒲墩乃是灾祸。开导？对，物理开导。物理开导是什么？兄长，这蒲凳还站不站？不，摇得跟不站了。女娲道友好生暴力，还好三弟不似这般。师兄，你那2位兄长做了蒲盾，要不要我也给他们开导一下？算了，二哥面子薄，若真让师妹当场暴打，估计马上就得分家了吧。唉，师兄，好久不见了。好久不见了。咦，这速度快赶上我了。师兄，我知道一个超绝的美味烧鸡做法，巨好吃。处理好鸡之后，先绑到烧烤架上，等到油香四溢，再撒上孜然粉。我这大胃袋一次能吃俩。先绑到烧烤架上，等到油香四溢，再撒上孜然粉。大胃袋一次能吃俩。难道我在北冥已久，竟不知洪荒涌现如此多的大能？我操，大兄，怎么洪荒中如此多的大罗金仙？上百号大罗金仙后期完全不输我们啊！这些人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我看他们与三弟很是熟络，还称三弟为师兄。难不成他们都是出自太玄道人的门下？足上千个大罗金仙，若圣人不出，足以颠覆洪荒了吧？师姐，你再可有那位的消息？没有。虽然我在时间长河中不曾见到寻到他的踪迹，但是待我正到浑元之时，便纵游时间始末，定可以再次见到他的身影。诸位师兄师姐，我有一计，应当可以寻到那位的踪迹。若是我等以后破境之时，便借着这方天地的响应传递对那位的思念，想必那位察觉后定会回应我等。师姐此法甚妙，破境之时天地异象通天彻地，那位一定能看到。若是哪位师兄师姐破境晋级，切记要传递我等对他的思念啊！我等谨记。圣人到场，请肃静。昊天，这些人自成势力，实力雄厚，不是我们俩能控制的。这些姐姐都好漂亮，举止优雅，气质端庄，就连修为都深不见语。他们口中的老师是什么人，竟引得这么多姐姐寻找他的踪迹？圣人已至，都给我肃静！求道者3000，不错不错，也算是出乎我的意料了。炉盆竟然空了3个，好像有点不对啊！这帮人在搞什么飞机？666，天定圣位你们不抢，真当你们来此是逛街的吗？气杀我也！凡事讲究一个缘字，我看诸位都是有大福缘之人，这蒲团诸位大可放心坐下。凉了，咱俩来晚了这么多，只怕身的蒲墩早已沾满，这可如何是好？都怪那混沌之气，就知道逮着咱俩光头皮，像是跟咱俩有仇一样。师兄，你快想个办法！师弟，我有一计，待会儿你看我的眼色行事，咱俩声泪齐下，声音和感情都要到位。好，太命苦了我西方，可怜我2兄弟前来听道，险些丧命于混沌之中，却连没个位置都没得。天要灭我西生灵啊！太命苦了，圣人要为我西方做主啊！这辆西方赖皮老秃驴怎么也来了？气杀我也！秃驴这脸皮厚到我真是没招了。2位道友，我观那蒲墩与你西方有缘啊！嘿嘿嘿，那位说了，这几个蒲团包是那天道和红军老儿的陷阱。这2个二货反正脸皮厚，让他们坐上去打磨也无所谓。多谢红云道友，小事一桩，何足挂齿。道友大义，我替西方生灵谢过道友了。竟是让这秃头老赖皮坐上了听道蒲盾，那2个3清还算靠谱，呆毛鸟跟脚差一大货，接引准批这俩不要脸的二货，当真是一言难尽，无计休矣呀！老夫当真是没招了，与我谋划全然不同啊！我谋划3次讲道，树立圣人形象，收拢人心，主导大事，以获取天道功德，然后身合天道，代天心，成为天道代言人，最后摘取道果，得正大道。我操，数十万个变数，哪里冒出来的这么多的变数？道祖，吾乃红军道人，
今已成圣，欲讲道以点化生灵，讲道3次，每次3000年。尔等需认真听讲，不可懈怠。此次讲道，讲的乃是大罗金仙之道。多谢道祖教化。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充气以为和。人之所恶为孤寡不古，而王公以为称。故物或损之而益，或益之而损。老夫的圣人形象算是立起来了。好一只泼猴！未到紫霄宫，竟敢窃听老夫讲道，今日正好拿你立威。此两者同处而异名，同源。这个声音怎么这么像红军老登成圣时所讲的声音？不好，这是红军讲道！冤枉啊！我可没有偷听，是声音自己跑到我耳朵里去的。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红军道祖呢？凭空消失了。说好讲到3000年，现在才299年啊！刚才我还崇拜的看着圣人，但是唰的一下，圣人就不见了。难道说圣人讲道把自己讲丢了？大道反噬，这是大道反噬，怎么可能是大道反噬？我只是施了一道神通，惩戒偷听的六耳猕猴，竟然引来大道反噬，现在竟然推演不到他的半点踪迹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天道，还请出来一见。何事？天道，这数十万变数，还有六耳猕猴是怎么回事？天道，你倒是发表点意见啊！这里面水很深，你要是把握不住，无变换人。可恶啊！区区数十，水不深，把握得住，把握得住。很好，你知道该怎么做，回去吧，总算忽悠过去了。什么水很深？忽悠谁呢？圣人回归，诸位肃静。没白点化你这混沌顽石。吾讲道已满3000年，万年后2次讲道，尔等回去之后需潜心修炼，以昌盛洪荒。明明只有2999年，现在是纠结999年和3000年的时候吗？看来必须重新树立我的威势了。吾思虑良久，洪荒昌盛之势已起，生灵众多，因此吾钦定洪荒群仙之首，替我统御洪荒群仙。大罗金仙巅峰，开天初开时第一道至阳之气所化，并先天至阳之道。东王公，我看行。咦，西瑶呢？西瑶早已离去。罢了，那便让东王公统御群仙吧。东王公上前听风。弟子在。承洪荒之运，吾见东皇公才能出众，冠绝紫霄，特封东皇公为洪荒群仙之首，特赐龙头拐杖，以号令群仙。尔等退去吧，当兴盛洪荒，追求大道。道祖3000年讲道已满，万年后2次讲道，诸位请便吧。诸位同仁，道祖钦定我为洪荒群仙之首，我欲在洪荒之东蓬莱仙山建立仙庭，诚邀各位加入，以匡扶洪荒，不负道祖之托。东皇公，我牛道人愿加入仙庭。愿意，分我一份。嘿，老师说这东王公下场甚是凄惨，今日见之，就是一个字，该。红云老兄，你说的老师是何许人也？那是一尊大能，座下无数洪荒大能的弟子。走，回你的武装关，我再与你细说。二弟，我察觉洪荒之中有我的机缘，我也正有此感。我等速速前去，莫要让他人抢了去。太医，不周山将有机缘现世，速速随我前去。好。师兄，你看三清和那2只金乌怎么这般焦急？必有古怪，我俩也跟上去瞧瞧，说不准能捞上一点好处。善哉。先让你们狗咬狗，我再出手把你们打趴下。是先天葫芦藤，洪荒先天10大灵根之一。
此物与我兄弟二人有缘。此地是我们先治，此事理不归我三清所有。归谁所有？打过才知道。两位道友，我辈修行不易，同在紫霄宫内听到，算是同门，何必动手伤了和气呢？二位若是卖我三清一个薄面，定有后谢。卖你三清一个薄面，好一招空手套白狼！久闻三清德高望重，今日一见，哼！如此，便各凭本事了。我观此物与我西方有缘，几位若有善心，当让与我等。我在这儿先替西方生灵谢过几位了。这一趟果然没有白来，竟是这般宝物。每一株先天灵根都牵引洪荒气运，若取得先天葫芦藤，西方气运必生一劫。哼，与你西方有缘，我看你们是皮痒了。太医，别急，让他们先打。师兄，现在怎么办？让他们先打。大哥，打吗？让他们先打。都1个月了，你们到底打不打？道友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很奇怪吗？我的道场就在不周山中，你们的动作我尽收眼底。好了，你们也不必争了，这先天葫芦藤我要了。女娲道友，你的胃口未免太大了吧？哼，我这混沌钟可不答应。先天3大至宝的混沌钟，这就是你的底气吗？可惜7749层禁制，你只炼化了19层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老师可是说了，混沌钟内含镇压法则，可禁锢时间，镇压空间，对敌时顶于头上，可立于先天不败之地。你只会拿混沌钟砸人，炼化19层已经是顶天了。你竟然小看我！这家伙当真是凶猛啊！这钟一落下，怕是整座山都要抖一抖吧？谁敢轻视太医手中的混沌钟？洪荒中能稳稳接住而不伤分毫的，现在只有道祖吧。女娲，你会为自己的莽撞付出代价。混沌钟不是太医的本命法宝吗？怎么可能被女娲所掌控？太可怕了！能直接生生截断太医与混沌钟的联系，哪怕只是暂时，女娲的实力已非我们能揣测。这是横行洪荒的实力。我与混沌钟的联系竟然被女娲截断了，我太医差点被混沌钟砸死。说出去谁敢信？女娲道友，今日多有得罪，还请手下留情啊。行吧，既然你们已经求饶了，那我今日暂且放过你们2人。这先天葫芦藤我一人独占，可有意见？女娲道友，我们这几人远道而来，可否分我们1人1个小葫芦？对啊，见者有份，我们只要1个小葫芦而已，一旦大打出手，恐怕伤了和气。见者有份，老师可没有这样教过我。西王母师姐有蟠桃树，西河师妹有月桂树，红云之兄正打着人参果树的主意。日后得见老师，自己可不能两手空空。这株先天混沌葫芦藤，老师一定会喜欢的。这跟你老师有什么关系？我想起来了，三弟与女娲以师兄妹相称，难道女娲也是那个太玄道人的门下？如此说来，先天葫芦藤这事还有周旋的余地。女娲道友的老师可是太玄道人？你有老师的消息？女娲道友，我俩听三弟通天直常念叨令师，对太玄道人甚是仰慕。这先天葫芦藤可否分我俩一些？也行，待会儿给你2人各1片叶子吧。1片叶子，我拉出老三通天盘交情，结果只给片叶子，打发叫花子呢。女娲道友，难道你以为我是随意拿捏的吗？女娲道友，难道你敌得过我和师兄联手吗？也就是说，你们2个有意见，对吗？
幸好没有贸然出手，否则现在倒在地上喊哎呦的就是自己了。现在我独占先天葫芦藤，谁赞成，谁反对？女娲道友，先天葫芦藤与你有缘，我等不予争夺，这就离开。女娲道友，我先行告退了。我让你们走了吗？莫要欺鸟太甚！女娲道友还有何指教？我独占先天葫芦藤的这份喜悦，要和你们分享。太医！太玄道人，你到底教了女娲什么？你怕是培养了一个女魔头吧？谁来治治这个女魔王啊？我真的服了。这世上只有他那个老师才治得了他吧？这株先天葫芦藤，老师一定会喜欢的，到时候就不用担心两手空空。此地发生的一切，今后万不可再提起。二弟呀，三弟和那女魔头都是太玄道人的弟子，竟然恐怖如斯。太玄道人到底是何许人也？不知比红军道祖如何？女娲口中的老师到底是谁？他是何方神圣，竟然能教出如此绝世女魔头？不应该啊！按推算来说，至少要有10万年，这株风铃草才有可能长成后天中品灵根。六儿，想什么呢？老师，您来啦！我在想，这些灵根怎么长得这么快？长得快不是好事吗？老师，我奇怪的是，它们快得不正常。之前定下的花草养成计划行之有效，好事啊！怎么个不正常法？应该10万年后才进化成后天中品灵根的风铃花，只花了3000年，缩短了整整9万7万年。这不是个例，而是一片皆是如此。六儿，你平日里怎么打理他们的？完全按照老师的吩咐，半点不敢马虎。会不会是地底下有什么宝贝？找不到就算了，反正这些花草长得快，对我只有好处。又到了每人日一须的后了。难道这些灵根是因为老师？只是闻了闻气味就直接晋升后天中品灵根，问题果然出在老师的大道精华这里。老师，我知道那些灵根长势异常猛猛的根源了。哦，说说，这么快就破案了？这还是那只傻猴子吗？老师，根源就在你每日浇灌的精华之中。在我浇灌的精华之中？不是吧？竟有如此神奇之事！没错，老师，我刚才亲眼看见他们在争抢吸收那些精华，千真万确。当真？千真万确！老师乃是绝世高人，也只有老师的精华才能够让那些灵根迅猛成长。这六耳猕猴竟然学会拍马屁了！我要真是绝世高人就好了。不过，我的须须真是促使那些灵根迅猛生长的根源的话，须须，难道这就是我的金手指？瑶池，道祖对着混沌讲了差不多1年了，这是为什么？此前道祖第一次给洪荒大能们讲道，只讲了2999年，现在是为了补足3000年吧？原来如此，道祖承诺第一次讲道3000年，现在是为了了却因果。两位妹妹，我似有所悟，这便先行回昆仑闭关，若得寸进，便可早1分1秒得见老师。令西王母姐姐如此朝思暮想的那位老师，该是何等的风华绝对！按照这般磅礴的玄黄功德之气，
3次讲道结束，我也应该能合道天道了吧？上次惩戒六耳猕猴遭受大道反噬，使我形象受损，该如何挽回呢？有了，鲲鹏那小子应该是不错的人选。拜见道祖，不知道祖降临，未能远迎，还请降罪。无妨，吾关尔勤辛苦修，参悟无所讲之道，甚是聪慧勤奋，特来指点。圣人亲自指点，这要是说出去，那可是莫大的荣耀啊！恳请道祖指点。大道玄妙无边，晦涩难懂。你若能开创一种记录大道的符号，让众生了然，实乃大功德一件，对你的修行必然大有裨益。若我开创文字，虽能树立形象，但远不如指点他人。指点他人开创文字，既能彰显我有开创文字之能，又能体现我不谋私利的无私形象。拜谢道祖指点，鲲鹏若有所悟，定然铭记道祖之恩。大善。开创一种记录大道的符号，既要能记录大道，又要让众生了然。什么样的符号才有此作用呢？道祖，我悟了。既然是记录大道的符号，就叫道文吧。感恩道祖指点，这便让道祖看看我鲲鹏的才能吧。鲲鹏此子才学出众，必有一番大成就啊！乃是道祖慧眼识珠。吾乃鲲鹏，得道祖指点，开创了。鲲鹏道友，老师说过要有礼貌，我这也算征求你的同意。既然你不说话，便是默许我先讲喽。礼让红云，我等佩服。是啊，不骄不躁，乃是我等学习的榜样。红云也向来如此友善，彬彬有礼。鲲鹏对红云这一番谦让，对于洪荒李杜而言，当服一大白。服个鸟白！老子是被他压得说不出话，不懂别乱说。哼，等你先说又如何？我倒要看看你能说出什么花来。待会儿你听到我的内容，定会惊掉你的下巴。等着瞧吧！鲲鹏道友谦让有加，这便多谢鲲鹏兄了。吾乃红云，得老师指点，感悟大道晦涩难懂，理应化繁为简，遂开创道文，记录大道。此为天地玄黄，此为宇宙洪荒，此为混沌鸿蒙。红云道友大才，竟然开创道文，记录大道。果然是化繁为简，这对整个洪荒生灵而言，乃是莫大的功德啊！红云道友口中的老师是谁？是道祖吗？想来也定是一位高人，否则怎能指点有如此才学的红云道友呢？这不是我要讲的内容吗？我被截胡了呀！红云道友开创了无上道文。怎么现在变成红云开创了道文？鲲鹏，你他妈在搞什么鬼？你开创的道文呢？被狗吃了！竟然是天降功德！红云道友的道文获得了洪荒天地的认可，果然是大功德一件。红云道友的天降功德，实力怕是要大涨了吧？红云才疏学浅，若非老师指点，怎能开创道文？因此，此等功德，我受之有愧啊！红云老兄慷慨，将功德施于人参果树，实在感激不尽呐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你我亲如兄弟，何须言谢？反正这人参果树迟早会是我送给老师的礼物，功德对我来说又如同浮云。不如作为人参果树的养料。红云老兄，你1000年前在房中写画画，就是研究这些道文吗？正是，你分明1000年前就开创了道文，为何等到今日？现在时机才成熟，此话怎讲？天机不可泄露。我就是等着鲲鹏向天地宣扬开创道文这一天，然后截胡。在老师所讲的洪荒恩怨情情中，鲲鹏可谓是我的头号大敌，因为让记恨我，还会在3讲道后截杀我，所以本是鲲鹏的道文，我岂有不截胡之理？敌人的痛苦就是我的快乐。耽误鲲鹏兄一些时间了，我讲完了，鲲鹏兄继续。我日，截了老子的道文，我1000年时间钻研的道文啊，就这么被你截胡了，都被你一个人讲完了，我还讲什么？道祖那边我怎么交代？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越想越气。道祖，弟子无能，被那红云老贼将开创道文的功德截胡了去，请道祖降罪。以红云的悟相，
断不可能开创道文。你可有泄密？弟子对天道发誓，从未将道祖的授意泄密。道祖，好像红云说他是老师指点，难道是这个老师的问题？这个红云的老师是谁？好像叫什么太玄道人，上次在紫霄宫中谈过。太玄道人，我从天地初开之时就进入洪荒，从未听说过什么太玄道人啊。道祖，弟子知红云老贼精通空间道法，在正欲宣讲道文时，正是被红云的空间道法压得无法说话。空间道法，杨梅，竟然是你搞的鬼！红云竟然领悟空间法则。洪荒如今大道残缺，能教导出领悟空间法则的弟子，除了掌控空间大道的你，还有何人？原来你就是红云口中的老师。好，好，好！昔日我在道魔之争中算计了你，今日你以数十万变数反将我一交。杨梅老祖，真有你的！红军道友，混沌一战，了却因果，请。哼，如你所愿，你我一并了却因果。老师，看遍地的鲜艳花草，我都想象得出日后这些灵根结了果实的样子。看把你馋的！对了，老师，那株先天极品灵根黄钟李开了新花，可好看了。六儿，你说的可是先天10大灵根的黄钟李？对啊，快带我去看看。竟然真的是先天极品灵根黄钟李，这可是一颗黄钟李子足以缔造大罗金仙的灵根啊！这里居然也有9颗黄钟李，配上我的须须金手指，岂不是要起飞？9为奇数，黄钟李本就结了9颗果实，如今再添一朵花，竟然有挣破限制的迹象。清香淡雅，令人心旷神怡。杨梅道友可是已成道？老道侥幸于混沌中以空间法则正道后援，以力正道，还是排名第3的空间法则，难怪如此强悍。红军道友，我观你境界甚是奇特，可否解释一二？我本以正道混元为混元大罗金仙，又得洪荒天道认可，在洪荒天地中是天地圣人。原来如此，杨梅道友既然已正道，为何参与洪荒之事？我无意掺和洪荒纷争，此番约战乃是为了了却与你的因果。昔日你邀我与阴阳乾坤共伐魔祖罗洪，落得阴阳乾坤身死，我重伤逃遁，而你毫发无伤，独享胜利果实。直到你乘胜讲道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是早已与天道狼狈一间。难怪那洪荒之中的数十万变数，就是你杨梅专门弄出来搅乱我谋划的。如何了却因果？打过一场必可。了却因果后，道友在洪荒之中所留的后手该如何处置？洪荒之中所留的后手，我最多就是在天地初开时随意做了一些谋划罢了，哪里算什么后手？了却因果后，我便畅游混沌，至于那些后手，便由道友处置吧。如此说来，请杨梅老友赐教，请赐教。杨梅老友会还给我的吧？空间封锁。大道震动之力，还带着淡淡的花香。杨梅，你个卑鄙无耻之徒！说好只是做过一场，你却想趁此偷袭，取我性命。红军，这一股强大的力量明显来自洪荒之中，你作何解释？生死有命，我特么现在就给你一个解释。昔日阴阳乾坤2位老友，就是这样被你害死的。杨梅，你谋划至今，恐怕就是想今日取我性命吧？来之前，我本只想与你了却因果，谁知你竟引动洪荒中残留的大道之力，害我于此。今日后的因果，便不再是逢场作戏这么简单了。
这个卑鄙无耻之徒，假借了却因果做过一场，实则暗中布置后手，欲将我置于死地。若说不是你在暗中搞鬼，还有谁有此等能耐？待我合到天道之后，冲击混元太极仙尊之境，届时定诛了你杨梅老祖，将你的本体空心绿柳留在洪荒之中，看我如何摘取洪荒道果，得正大道。昊天，东王宫不是说要建立什么仙庭吗？怎么还没动静？回禀道祖，东王宫此时正在蓬莱仙山筹备。好，我将闭关一段时间，到2次讲道时方才出关。你们俩多多关注洪荒动向。是，道祖。陛下，诸事筹备已就绪，可以宣布仙庭建立了。筹备1000年，又得108位部将追随，终于有了建立仙庭的根基。吾乃东王公，乃红军道祖亲定令之洪荒群仙之首，今于东海之滨蓬莱仙山建立仙庭，统御群仙，鼎盛洪荒。恭喜陛下，气运汇聚，这是仙庭相胜的征兆啊！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！玄龟子，你博闻广识，当为我仙庭丞相；朱将军、刘将军，你实力强劲，当为足智多谋，当为72地煞之首。谢陛下之恩。兄长，东王宫这厮果真建立了仙庭，似乎还汇聚了强大的洪荒气运。木啸鱼鳞封闭摧之，便让他蹦跶几天，时机成熟，我们便覆灭了他的仙庭。好，灭了他的仙庭。西王母根脚深厚，与陛下天作之合，结为道侣，阴阳调和，必能威震诸天，何愁无大？诸位爱卿以为如何？丞相，你深知朕心啊！全凭陛下定夺。善，大善！速速筹备此事，朕要亲自前往昆仑瑶池仙境，以显诚意。什么？有人敢打西王母师姐的主意？众弟子中，谁不知道西王母师姐对老师情根深重，一心只想寻到老师的踪影？走，我们马上召集诸位同门，分头行动，让这洪荒群仙之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哼哼，莫让天下人小瞧了老师太玄道人门下的弟子。今日喜鹊提名，原来是白泽师弟前来。哈哈哈。你怎么知道我在此地？红云师兄，人参果树还没到手，你不在这里还能在哪儿？白泽，你小子果然知之。你刚说的钥匙是有老师的消息了？还没有老师的消息，是有人想打西王母师姐的主意。西王母天资极高，领悟时间法则已达70%，是同门中领头羊般的存在。更重要的是，她极有可能就是未来的师娘。谁如此胆大包天，敢打未来师母的主意？谁？东王公。哼，东王公那小子，他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啊！鬼仇与古王已经去通知其他同门了，准备在西王母师姐的道主外等他自投罗网。走，出发！龟丞相，若是朕贸然前去，是否会唐突了西王母道友？不若寻个媒人与陛下同去，陛下精才绝艺，再加上媒人从中调度，何愁西王母不答应？龟丞相，朕乃无仙庭智者啊，请哪位大能作为媒人合适？三清3位大能的道场也在昆仑仙山，想必他们与西王母相识。若是能请得3位大能为陛下说媒，三清道友，三清声望极高，若能请动他们，此事实拿9将军听令，速去备足灵根灵果，请三清道友出山为吾说媒。臣领旨。陛下，幸不辱命。如此恢宏的气势，这般浩大的排场，西王母一定会喜欢的。一旦结为道侣，强强联合，圣人之下，当为仙庭独尊。见过太清道友、玉清道友，让2位道友久等了。无妨，东皇宫此行声势浩大，可见对西王母真是情真意切啊！怎么不见上清通天道道友？三弟通天此番应该正与他的朋友相聚，不便前来。有了老子与元始同往，少一个通天道友也无妨。原来如此，有劳2位道友了。无妨，出发吧。这分明就是三清请来为我助阵的，足足2000多名大罗新仙。三清果然是洪荒中响当当的人物，朕必亦会应这云集。自己当初决定请三清做媒人，当真是英明至极。大兄，女魔头也在。这2000名大罗金仙，好像是老三通天的同门啊！西王母还是这一批人的师姐，他们绝不是来替东王公说媒的。东王道友，我后山的母猪快要生了，我先走一步。母猪要生了，诸位道友能在百忙之中前来替我助阵，孤感激不尽。
此间事了，我在仙庭略备薄酒，酬谢诸位。不愧是圣人钦定的洪荒群仙之首啊，竟有如此之多的大能助阵。这么一看，东王宫倒是有几分俊了。我准备报名加入仙庭了。就是你小子打我师姐的主意。师姐？谁是你的师姐？难道是？吾乃圣人钦定的洪荒群仙之首，你们怎敢对我动手？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。洪荒群仙之首，好大的威名！诸位同门，这小子竟敢打西王母师姐的主意，该如何处置？太玄道人门下的弟子，岂容他人惦念？动手！贵师长，刘将军，速速救驾！36天罡，72殿煞，仙庭的好儿郎们，速速救驾！陛下正处危难之际，我等就在旁边，岂能袖手旁观？给我冲啊！对，我等岂能眼睁睁看着陛下受苦受难？给我冲啊！冲啊！冲冲冲！杀！你们干什么？我乃圣人钦定，洪荒群仙，诸位好汉饶命啊！我再也不敢啦！走你！太残忍了！啊！这一帮人以后断不可招惹啊！你们听说了吗？群仙之首东王公惨遭痛殴。东王公乃是圣人钦定，谁敢动他？我亲眼所见，2000多个大罗金仙轮番痛殴，好不凄惨。2000多大罗金仙，这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我亲耳听到，他们说他们是太玄道人门下的弟子。太玄道人，他究竟是何方神圣，竟然能教导出如此之多的大能？我操，连通天女娲、红云、西王母等等的大能都是他的弟子，实在是不可思议啊！太玄道人在哪里？还招收弟子吗？怎么有点心乱如麻的感觉？难不成我被曝光了？呼，还好，此地屏蔽天机，即便被曝光了，也不必担心被人寻上门来。下山的弟子们啊，可千万别把我曝光了，我只想苟回现代世界。承蒙老师恩德，六耳方才能达到大罗金仙之境。你真晋升大罗金仙了，不错不错，这都是你勤奋修炼的功劳。在洪荒之中，跟脚果然还是非常重要。当初收留这个二哈，哦不，六耳猕猴，真是个聪明的选择。只是闲鱼的我，到底什么时候修炼有成啊？老师，我晋升大罗金仙之时，似乎觉醒了一世神通，请老师为我指教。觉醒神通？难道是传承自混世魔元的神通？你且演练一遍看看。魔元降世！老师，我这一世魔元降晒神通，乃是模拟父神混世魔元的精气神，以天地之力强化自身，如同父神在世一般。老师看看如何？六耳找我指教，可我连吐纳术都没搞明白，哪知道怎么指教？这便是真正的魔元降世吗？原来如此，魔元降世。好像这一招魔元降世我会了，但又好像不太一样。父神，哪来的混沌魔元？是谁在搞鬼？我绝不允许洪荒中有我不可掌控的因素出现。大道级别的混沌魔元气息，洪荒中何时有如此强大的存在？难道说杨梅不是幕后黑手？我只看了一遍六耳猕猴使用魔元降世，不但学会了，还对其进行了改动，更加完美无缺。不对劲啊！除了区区金手指，难不成这也是我的金手指？自己的悟性怕是要逆天啊！老师神通盖世，竟是直接凝聚出父神虚影，堪比真身降临。这一世神通极为威猛，若是能得混世魔元的几分明愿，你便可化身混世魔元，大杀四方。神韵，老师，敢问父神混世魔元的神韵是什么？战天斗地。战天斗地。老师，我悟了。你悟什么了？轰！战！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的眼，我要这地再埋不了我的心，我要那众生都明白我的意，我要那诸天神魔都烟消云散。这傻猴子怎么抢了孙悟空的台词？难道你拿到的是孙悟空的剧本？要大闹天宫，西天取经，大战诸佛？不应该啊，还是先给打理仙草原吧。
老师，你看那株后天极品灵根赤龙果结了360颗果实呢，先天下品灵根青木杏整整200个，哇，先天中品灵根碧水桃也结了68颗果实。这些都是我的劳动成果啊。我施展吐纳术吸纳不了灵气，但直接吃这些灵果可以吃出灵气来。须臾金手指的用法就是让我促使灵根成长，然后猛啃灵果到无敌。老师，什么味道？啊，你摘一个尝尝不就知道了，千万不能浪费，把成熟的灵果都摘下来保存好，我要留着冲击大境界。老师，我一定要将太云山上的所有灵根都移植到仙草园里。这是极好的主意。这种朴实悠闲的生活，属实让人沉醉。在这里当一条咸鱼，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生活。老师，这么多灵果，少说也有几百万颗吧？全都吃完吗？这绝对是猴生巅峰啊！老师，我跟对了。这几百万灵果，真要全部吃完，要到猴年马月。六儿，把这些灵果全部酿成酒。是。这二吼，堂堂大罗金仙竟然喝醉了酒，掉下山去。老师，这蛋好像有点特别。仙庭众将何在？龟丞相，外界怎么传闻朕？但说无妨，朕承受得住。外界传谣说陛下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牛将军何在？将那人的嘴巴撕烂！禀陛下，牛将军辞职了。朕封他为36天罡之首，待他补保，他怎么对得住朕？陛下，牛将军说，仙庭已经没有兵将供他统领，没有了那种掌控权势的快感。龟丞相，还是你忠心耿耿，对我不离不弃。陛下，微臣年迈，已经不足以胜任仙庭丞相一职，恳请陛下准许微臣告老还乡。墙倒众人吹，树倒猢狲落。吾乃圣人钦定洪荒群仙之首，待到圣人2次讲道时，朕一定要面呈圣人，痛斥太玄道人门下弟子的恶行。圣人一定会为我做主的，我一定能东山再起。人间自有真情在，巅峰迎来虚伪的拥护，黄昏见证虔诚的信徒，这些就是我东山再起的精神支柱。你们怎么没有离去？陛下，你还没发工资呢。发工资？神特子的发工资？现在是讲发工资的时候吗？道祖终于开启第2次讲道了，我一定要面呈道祖，将那帮太玄道人门下弟子的劣行告知，请道祖为我做主。圣人的号召力仍然如此之强，只要圣人发号施令，就会有无数强者加入我的仙庭，何愁仙庭无人？到时候一定要率军教训一本那些太玄门下的弟子，免得敢在我洪荒群仙之首面前嚣张。诸位师兄师姐，道祖言有缘者3000，他老人家第2次讲道即将开始，请有序进入。有缘者3000，还是像上次那样，只有才有人能听道祖讲道吗？大道3000，有缘者亦3000。妙师兄先请。白泽，你也来了。没见过世面的样，听圣人讲道讲究一个缘字，若无天资，再好的位置，不用我等那群恶人先进，最后我再压轴出场。毕竟我是洪荒群仙之首。道祖言有缘者3000，3000之数已满，后面的请回吧。 3000之数满了，我是第3001，我乃洪荒群仙之首啊，竟然没有听到的位置。洪荒近来可有大事发生？得道祖福泽，近来洪荒安稳，众生和睦。甚好甚好。此番讲道乃是讲准圣之道，共讲3000年，尔等需认真听讲，切不可懈怠。这次定要率先突破到准圣，超越老三。 大罗之上为圣，然正道成圣之路漫漫，因此踏上正道之路即为准圣。吾自创斩师正道之法，善恶执3念，是为3师。斩3师，方可无喜无悲，无善无自我。斩师之法，以灵宝、以灵根、以功德，皆可斩。此等法门，即便晋升准圣，也只是空有境界，终究不是自身的法则之力。老师曾说斩师正道未来成就有限，怎么在红军嘴里好似最好的正道法门？ 啊，
斩！无心之善念，斩！见过本尊，你我本是一体，何须客气？我作为圣人之下斩尸第一人，现在应该拥有和他掰手腕的力量了。斩！斩！见过本尊，无需多礼。三清道友不愧是盘古正宗，远远将我们甩在身后啊！你们两位道友也不遑多让啊！秉承西方气运，我观西方的兴盛就系在你们二人之间啊！哪里，三清名头说出去，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？斩尸正道对于几位而言，岂非难事？我早就听闻北冥之地有一位智者，今日一见，果然非凡啊！诸位都是天资绝世，他们是不是以为他们很强了？小妹，你这是何故？斩尸虽可晋升准圣，但成就有限，不是良法。圣人开创之法也不是良法。怎么，你不信？我信。两位师兄，我本欲追随师兄脚步体悟法则晋升准圣，但上万年之久，皆无门路可走，应是我天资愚钝。玄舍师弟，体悟法则之路万般坎坷，我等也是得了老师恩德才侥幸领悟一二。是啊，无法体悟法则也不必自责，老师不会怪你的。两位师兄，我天资愚钝，如今只能走斩尸一道了。放心去做吧。还要斩尸？又一位洪荒顶尖大能出现了吗？想不到洪荒中人才济济，不可巧秀啊！果真是深藏不露啊！斩尸这种光宗彦祖的事情，他怎么含泪斩尸？那一定是激动、兴奋、喜悦的泪水。鲲鹏兄果然是洪荒智者，一下子就看透此子的心理，佩服佩服。本尊不必难过。我资质愚钝，只能斩尸突破，走了小道，愧对老师啊！我等亦是资质愚钝，只能走斩尸之法，犹如老师威名啊！斩！什么鬼？现在准圣这么不值钱吗？鲲鹏兄，他们这200多人也都是激动、兴奋、喜悦的泪水吗？诸位同门，我以斩尸之法晋升准圣，投机取巧，愧对老师，不配成为老师的内门弟子。玄蛇师兄所言极是，我等投机取巧，不配晋升内门弟子，请诸位同门做个见证。投机取巧？你们这是拿刀子猛地捅我的心啊！扎心了！我受不了了！哎呀，老子压箱底的法门都搬出来给你讲了，一个个都斩尸了，还泪如雨下，搞什么呢？这些人都是西王母、女娲、后土3位姐姐的同门，一下子200多人斩尸晋升准圣，可他们为什么都说斩尸之法是小道，是投机取巧？难道他们的老师还教了更高深的法门？斩尸之法，朕虽未能听圣人讲道，但凭借天纵之姿，定能斩尸晋升准圣。仙庭崛起时机来了，朕洗刷屈辱的时机到了。四殿仙王何在？尔等速去镇守仙庭十方，若有宵小之辈擅闯仙庭，拨响铃铛即可，不要闭关千年，参悟斩尸之法。这事有点难办啊。尔等要抗旨不成，若是不从，便扣10年工资。陛下，我等并非要抗旨不从，只是镇守仙庭这事务不是我们的工作范畴。那你们想怎么样？得加钱。对，加钱，没错，还要把这3000年来的工资给我们结了。陛下圣明，谢陛下。久闻鲲鹏兄智谋无双，今日相聚，当知名不虚传啊！哪里，两位道友虽居于太阳星，但威名可是连我北冥之地都广为传播呢。实不相瞒，今日请鲲鹏兄前来，是希望鲲鹏兄能够协助我兄弟2人。协助你2人？不错，我与太一欲加建立一股势力，足以称霸洪荒的势力。斗胆一问，如何建立这股势力？立妖族，建天庭。我兄弟2人早就有此想法。如今2人双双晋升准圣，又都是以极品先天至宝斩尸，实力底蕴哪怕不如老子原始，也相去不远。现如今我们崛起的时机到了。何为妖族？凡吸收天地灵气、日月星辰精华化形而出者，皆可为妖。洪荒中也只有寥寥几人不在此例。若真能立妖族，其覆盖范围之广，几乎囊括洪荒万族。鲲鹏可愿入我妖族，成为妖族之师？不愿入妖族。来，敬未来妖师一杯。我也敬未来妖皇一杯。鲲鹏兄既然已入我妖族，一家人不说2家话，可有良策邀洪荒大能入我妖族？对呀，不然当光芒司令总不得劲儿。2位欲立妖族建天庭，将东王宫的仙庭置于何地？时机成熟，取而代之。既然如此，何愁没有大能加入妖族？
不愧是智谋无双的鲲鹏妖师，我妖族栋梁啊！朕真不愧是圣人钦定洪荒群仙之首，天纵奇才。仅仅1000年时间就斩出善师，晋升准圣。我洪荒群仙之首又行了。四殿仙王何在？附近可有洪荒大能或大势力存在？不知道。你们再想想。回禀陛下，此地毗邻东海，龙族不就是一股大势力吗？刚才你还面面相觑，全都不知道，一看到灵宝，立马特的脱口而出：有钱能使鬼推磨啊！可有东海龙族的信息？东海有约莫数万条血脉纯正的龙族，族长乃是敖东五爪金龙，大罗仙仙后期境界。好，真不愧是仙庭10殿仙王，果然神通广大。且看朕招揽龙族，壮大仙庭。之所以不请10殿仙王同去，一来形象实在拿不出手，二来实在没有灵宝用作工资支付了。自从求亲西王母不成，反被暴打一顿后，他就变成这样了。可惜了这个小伙子，单身久了的小伙子，精神状态是会有点不好。西王母我可听说了，那可是洪荒中1等1的佳人，他还有个老师叫太玄道人什么的，可厉害了。对，就叫太玄道人，门下弟子无数，连圣人都奈何不了他呢。对了，几百年前我看到太阳星上的2只金乌飞过，好像是去东海的方向。是哦，我听那些虾兵蟹将说，东海龙王敖东已经答应加入2只金乌的什么族。那东王公此去，兄长。我们已经是准圣初期境界，很快就可以再斩一师，晋升准圣中期，没理由再害怕那女魔头了吧？太医，我们将来要立妖族建天庭，统御洪荒，所以格局要大。女娲虽是夺了我等机缘不假，但是她根脚不酸，实力强劲。我们哪怕没有成功拉拢她，也体现我们对她的好感。女娲道友、伏羲道友，今日不周山紫气东来，原是2位道友前来，实在有失远迎啊。这2个金乌来此有何事？伏羲道友，怎么不见女娲道友呢？舍妹外出与朋友论道了。久闻伏羲与女娲道友神通广大，威震一方，今日前来，想与伏羲道友共谋大事。敢问2位道友预谋何事？伏羲道友，我便直言不讳了。我们欲立妖族建天庭，统御洪荒万族，但我与舍弟太医深知，此等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，若无伏羲道友加盟，我们难以成事。自从女娲拜了老师之后，外人的关注点都在小妹身上，夸赞也是极多，而对于我竟都是怜悯同情的眼神。帝训这么一说，竟让我有种遇知音的感觉。只是一向做主的都是小妹，现在她外出找自无后府论道去了，也没个商量的人，我到底该不该应允呢？伏羲道友，妖族若立，你我皆是妖族之皇，乃是同样的地位，不分高低。以前小妹总说我没主见，将来会被人给忽悠了，是时候告诉小妹了。我也是一个有主见且明智的兄长，我要悄悄成为妖族之皇，给小妹一个惊喜。2位道友诚意全全，愿入妖族共谋大事。又伏羲道友加盟，妖族大事可成。正愁着没有时机对东王公出手呢，现在还自动送上门来。伏羲兄，若有人要挖我们妖族的墙角，该当如何？那自然是暴打他一顿，彰显我妖族之威了。好，我这便与太医去送东王公上路，还请伏羲兄为我们略阵啊。敖东道友，你还无法下定决心吗？东王公道兄，并非我不愿加入仙庭，而是什么？东王公道兄，若非你早来500年，我也会应允入你仙庭。但现在我已允诺了帝俊与太医2位金乌，要入他妖族。敖东，朕乃洪荒群仙之首，仙庭之主，背后有圣人撑腰，你可知如何抉择？太阳星那2只杂毛鸟竟敢暗地里拉帮结党，实在是狼子野心。若是被我撞见，还不拔光他们的鸟毛？现在洪荒中谁不知道，你东王公洪荒群仙之首的名头只是一个摆设，仙庭早就是冷清孤寂，你也就是孤家寡人一个，仙庭之主有名无实啊！道兄，可否容我一些时间考虑考虑？别跟朕打这套马虎眼了，今日留给你的只有一个选择：臣服。东王公，仗势欺人算什么本事？有胆出来一战！混沌中，刚想拔光你们这2只杂毛鸟的鸟毛，现在就乖乖送上门了。大能打架，差点小龙遭殃。东王公，想要挖我的墙角，也不掂量一下自己的斤两。哼，你们2只秃毛鸟拉帮结派，谋权篡位，妄图撼动我仙庭的统治。仙庭还有什么可统治的？那10个雇佣来的扫地阿姨吗？东王公，
今日因果既起，不如做过一场，趁早了断。东王宫在劫难逃了，这两金乌战力实在强横啊！帝具与太医有着2大先天至宝，又掌控太阳真火，战力强横。看来以后妖族大兴，天庭真的要统御万族了。我若成为妖族之皇了，该怎么称呼呢？就叫西皇吧。若是小妹也加入，那就叫巫皇。西皇、巫皇，听着就很威风。自己这次是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。小妹回来后，一定会对我刮目相看。东王公，还请英杰。太医，留他一缕残魂。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啊，岂能留他性命？再给他10条性命，也无力再与我们争夺。只是他毕竟身份敏感，曾得圣人垂青，若是杀了他，岂不是打了圣人的脸面？那这东王公该如何处置？伏羲兄可有良计？不若招他入妖族天庭，封他一虚职，当个吉祥物也不错的。哈哈哈哈哈！伏羲兄所言与我不谋而合啊！东王公，你可愿意入我妖族天庭？哈哈哈哈！趁此良机，我等便昭告洪荒，妖族当立。天道在上，圣人见之。吾乃帝俊，今日与太乙伏羲共同建立妖族。世间生灵，凡吸收天地灵气、日月星辰精华化形而出者，皆可为妖。吾帝俊为妖族妖皇，吾为妖族东皇。千年后于太阳星上建立妖族天庭，广邀诸位道友前来。帝俊太乙收服了东皇宫，建立妖族。世间生灵，凡吸收天地灵气化形者，皆可为妖。这是妖族天庭，这是妖族崛起的征兆啊！我要加入妖族，成为妖族天庭的一份子，迈向封侯的时机就是此时了。原来如此，天庭之主竟然是落在了帝具与太医的头上。第一次讲道时，我推算东皇宫暗合天阳之术，会成为天庭之主。岂料他不看天机，桀骜不驯，时机未成熟便建立仙庭，不顺天数，因而错失。而帝俊与太医根脚乃是大日金焰中孕育的大日金乌，与浊垢元壤、无极玄冰、虚无避风共称4大元素地风水火，也是火中纯阳的存在。冥冥中得了天道垂青，千年后将成为真正的天庭之主。天道，你指引帝俊太医成为天庭之主，已经谋划好下一次亮劫了吗？不过帝俊与太医还知道保留东王公一缕残魂，招他去天庭，给我留足了面子。俩小子还挺会做鸟的，我看好你们，未来的天庭之主不错不错。自己现在已经领悟8成多造化法则，再进一步便是正道混元的存在，怎么无缘无故会有因果缠绕呢？帝俊太医伏羲建立妖族。兄长啊，你可真能搞事。后土妹妹，妖族已经建立，老师断言巫瑶之间将会爆发一场亮劫，你何该好好筹备一番了。女娲姐姐，我想我已经找到了破解之法。老师，轮回之中何时才能见到你的身影？早日证得混元大罗金莲，借着大道共鸣，老师就能听到我们的呼喊。我领悟轮回法则将近8成了，快赶上女娲姐姐了。既然修为进够这么快，这就看看我们师兄妹几人谁最快证到混元喽。那就要加油喽！我先去把伏羲兄长带回不周山，免得他在外丢人现眼。兄长，妖族西皇，好大的名头啊！小妹，你听我解释。这功德要留着给小妹冲击更高的境界。兄长，这功德一丝一缕都不能要。小妹，西皇这个名字威风吧？西皇，好威风的名字呢。是呢，不若你也加入妖族，名字我都替你想好了，就叫蛙皇。果然，先搞定伏羲是极正确的选择。这不，作为妹妹的女娲马上就来助忠了。我妖族崛起指日可待。是你们哥俩忽悠我家兄长入的妖族。我已经准胜了，马上就能斩出第2师，怎么还会怕他呢？
女娲道友哪里的话，我们是真心诚意邀请伏羲兄加入妖族，并尊为妖族西皇。对，我们是真心诚意，真心诚意。小妹，你误会了，两位道友真是诚意邀请加入妖族，共建大业。我也推算过天机，妖族今后必将是洪荒的超级势力。我加入妖族，成为了西皇，惊喜吗？这是什么情况？气氛好像有点不对劲啊！小妹这模样，像极了要开导自己的前兆。难道我成为了妖族西皇，小妹不惊喜吗？两位道友，你们的脚这么陡是怎么回事？你们暴打东王宫，决策天下的皇者风范哪儿去了？你们说句话呀！这些年来，小妹对兄长疏于管教，此次回不周山，我一定会让兄长明白诸多事理。小妹别打脸！女娲道友，我突然想起，我该回去太阳星孵蛋了，告辞了。是啊，告辞了。两位道友，你们让伏羲成了妖族西皇，我实在感激不尽，我就送你们一程吧。不用了。你们敢拒绝我的好意？倘若日后再敢算计伏羲，三族大日金乌就变成单族大日金乌吧。记住我的身份，太玄道人门下内门弟子女娲。这还是那个温柔贤淑的女神吗？这妥妥是温柔女神不负荷御姐的转变啊！好像今天帝俊、太一、伏羲三人才不建立妖族，得天道垂青吧？一天的辉煌还没享受完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帅不过3秒。帅的都达不到3秒吗？记住我的身份，太玄道人门下内门弟子女娲。又是太玄道人，连女娲也是他的弟子。女娲也只是内门弟子，太玄道人有没有真传弟子？六儿，你确定发现了他有生命变动？千真万确。六儿，好好看着这枚蛋，让它孵化出来，可别让它跑了，到时候再烤了它。老师，你快看，这枚蛋它动了，好像是凤族。凤族不是退隐了吗？怎么有颗蛋落在太云山上？这不是孔雀吗？老师，他体内好像有凤族血脉，好像比较纯正，还烤吗？六儿，你在洪荒中见过这种生物吗？从来没有见过。那这个会不会就是天地间第一只孔雀啊？把它烤了，一定很有营养，说不定可以助我修炼。老师，天地间第一只孔雀，你都要拿来烧烤吗？老师，它还小。说的也是，它还小，它这么小，肉这么少，还不够我一口咬呢。等养大了再吃。得嘞，到时候我预定一只雀腿。大哥，我以为你是同情可怜我，要把我放了呢。把它放到仙草原旁边去养吧，那里灵气聪明，我每天须须都可以看到它的成长状况。是，老师。你以后就在这里好好养膘，快点长大。我太惨了，我堂堂洪荒霸主元凤之后，竟然这般凄惨，我还没有好好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呢。老师，把小孔雀放在仙草原旁，万一它偷吃了灵果怎么办？那可是异常珍惜的天才地宝呢。六儿，你以为为什么安排它在仙草原旁？它不吃点灵果，怎么快速长大呢？乌草，老师你打的是这个主意，姜还是老的辣，老师圣明啊！这些灵根结出的果实，倘若真被温秋抽吃了也无妨，可以促使灵根再结果实。但那小孔雀可是天地间独一只呢，不快点烧烤了，怪可惜的。那个道人太恐怖了，想要把我烤了吃，我一定要逃出去。只要能逃出去，凭借我浑厚的根脚，从此天高任雀飞了，登临雀升巅峰。这么多灵果，从破壳而出到现在，一天里没有吃任何东西呢，有点饿了。那道人都想把我烧烤熬汤了，我摘他几枚灵果，算是对他的惩罚。太美味了！日月星辰之力融于其中，好像是一颗小型的星辰翼一般。难道这是先天星辰果？那边那株灵根，难道是先天上品灵根五行果？哇！先天悟道茶，
物草，先天10大极品灵根黄钟梨，差不多有上万株灵根在这里被集体种植。先天灵根不要钱的，遍地都是，随便一株放出去都是诸多洪荒大鱼争破头的绝世珍品啊！玛卡，我要是能拥有这一片灵根仙草原，我的雀上还不直接起飞，重现母亲元凤的辉煌不在话下。这山上只有那个道人和那只猴子，他们到底是什么存在，竟然能聚拢这么多的灵根仙草？先不管他们是什么人，先吃了灵果再说。睡吧，睡吧。这小孔雀一个晚上长了这么多肉，看来我的烧烤养成计划很快就可以成功了。物草，是那道人，烧烤养成计划，我长肉了吗？嘿嘿，烧烤是香辣还是蜜汁呢？太可怕了，要吓死雀儿了！开局天地第一只孔雀，却被绝世大能垂涎3尺，快要被烧烤了！可有破解之法？在线等级10万火急！心里慌的一批，现在肯定是逃不了了。那道人盯着我，口水都连成线了。老师，这孔雀一夜之间就长大这么多了呀！果然还是老师英明，料到他肯定会偷吃灵果。嘿嘿嘿，感情这都是你们设计好的？套路太深了，社会很单纯，复杂的是人。再过几天，等他消化完那些灵果的灵力，应该长得更结实了吧？那个时候，嘿嘿，完了，照这道人的意思，过几天我就真摸得了。不，我觉得我还可以抢救一下，我一定要改变我这多舛的命运，改变我的雀生，这样吃吃喝喝、遛鸟逗猴的闲生活，没有快节奏生活的内卷压力，也不用应付各种各样的考试，就特么一个字儿，爽，爽爆了！我的羽毛这么好看，一定能让他喜欢，说不定一开心就决定不烧烤自己了呢。不错不错，乃是太云山上另一道风景。想不到这小孔雀还有这种杂耍。这么说，两位大哥改主意啦？改主意了，这次不烧烤了，改成麻辣火锅吧，这就是今晚的晚餐了。麻辣火锅好啊，我马上去打2只野兔回来。成为我的晚餐，你做好了心理准备了吗？前辈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千万别吃我好不好？这是我的涅槃之火，这是我的尾羽，应该能练成非常强大的兵器。我还能给你巡逻太云山，可以给你抓很多野鸡回来打火锅，我还可以带几个凤族姐姐回来孝敬您老。要什么样的都有，我可以给你捶背泡茶，我什么都可以吃我，千万给你磕头了。捶背泡茶罢了，你就留在太云山吧。感谢老师不吃之恩，感谢老师收留我，我一定竭尽心力侍奉老师。老师，我还没有名字呢，恳请老师赐名。就叫孔宣吧。孔宣，孔宣在日后的封神大劫中大放异彩，乃是那时当之无愧的圣人之下第一人，后被准提道人收服，封为西方佛门的孔雀大明王，又称佛母，如今却成了我的弟子。孔宣，以后我就叫孔宣了，感谢老师赐名。你先起来吧，入了我太云山，切不可胡乱下山沾染因果，卷入洪荒纷争之中，你可明白？明白明白。还有，我们算一笔账，昨晚你偷吃了72颗先天星辰果，156颗碧水桃，368颗青木杏，99颗五行果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替代六耳猕猴，栽培仙草园的灵果，酿成琼浆玉液。昨晚吃的太多了，现在开始要还债了。不管是六耳猕猴，还是这小孔宣，都在亮劫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如今都聚集在我身边，而我始终不得修炼窍门，不对劲，实在不对劲。是不是我发展的方向不对？要不试试其他的修炼方式？孔宣，你变回小孔雀原形。老师，你不要改变主意啊！昨天说好不打火锅了的。不吃你的，放心。去给我琢磨一下如何弄出颜料，我要作画。现在我先尝试一下，能不能以画入道。毕竟我很小的时候就展现了惊人的绘画天赋，曾获得过幼儿园第一单亲手的绝世荣誉。好家伙，幼儿园第一单亲手，竟也敢尝试以画入道。先画什么呢？先画那只猴子吧，就在眼前，还可以当我的画模。六耳，你在那边摆一个你认为最帅的姿势，我给你画张漫画像。老师要给我画画像，好啊，最帅的姿势，那肯定是我战天斗地的姿态。魔元降临。
六耳大哥，你好威风啊！你只要跟着老师，也能像我这样。六耳大哥，你战天斗地，到底要打谁啊？我要暴坠红军老道。上次所谓的窃听到，我根本就没有偷军讲到的内容，就自动传进我的耳朵里，然后红军不分青红皂白就直接出手惩戒我。等我以后强大了，还不把他暴锤一顿，然后不屑的跟他说，谁稀罕你那讲道？你现在的境界离红军还差得远呢。喏，画好了，你看看如何？感谢老师赐画。哇，这就是我心中的魔猿战天斗地。我目前的画技已经远超了幼儿园时的水平。就是小学生水平吧。此画我运用了写意白描之法，内蕴战之大道，你细细品味，定能受益良多。太有意境了，我好像看到了父神混世魔猿的身影，这就是我日后正道时的威势吗？红云深日空间法则无疑是杨梅老杜的嫡传，是该找个机会把他给灭让。谁出手呢？女娲有大气运在身，她如果会意转变力的话，倒是可以考虑一下。咦，我是不是漏算了什么？除了红云、女娲这两个已经确定的变数，还有谁？娘，我现在是洪荒中唯一一尊圣人，怎么老是心惊胆战的？兄长，以后万不可帝君太医来往了，不然又会伤得这么重。我这一身的伤，还不是被你打的？知道了，小妹，我以后绝不跟帝君太医来往了。兄长果然是明白事理之人，以后妖族但凡有什么事，你都不要瞎掺和，明白吗？小妹，我与妖族的因果是好是坏？死。妖族到底会遭遇怎样的劫难？连带着我都只能落得身死的下场。可是你的老师太玄道人说的，老师口断乾坤，不会有错。太玄道人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偷袭洪荒大事，那得是什么样惊人的存在？难道他生来全知全解？兄长不必多想，我在老师的指引下已有破解之法，你安心养伤吧。对了，此间谈话不允许向外透露半分，否则……这般盛大的场面，当日仙庭建立时都远远不如，还是帝君与太医这两兄弟号召力强了。洪荒大能都来了一半之多。今天道在上，圣人见之，吾乃妖皇帝君，携帝东皇与洪荒妖族共建妖族天庭。今后当以洪荒苍生为念，造福洪荒妖族天庭。立。不敢，这般浩瀚的机缘，你真后悔没有加入妖族天庭？我现在加入还来得及吗？老师，如今妖族的天道垂青，日后当幸。然而打江山易，守江山难。妖族庞大，正恐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妖师，陛下有没有想过，星一族以御万族？星一族以御万族，妖师真不愧是天庭智者呀！对呀，想当年先天三族强横，不单单是因为族长镇压一事，更是因为先天三族的雄厚实力，有无数强者。看来我金乌一族也应该扩大规模了呀！陛下，老臣有一妙计。这货还能有什么妙计？妙计，东华帝君不妨说说看。陛下，您可知先天三族的祖龙元凤、史麒麟三位的来历？此三位皆是天地初开时地风水火四大先天元素交融而生。不过，此事与兴盛金乌一族有何关系？两位陛下，地风水火四大元素交融便可生命。现在这四大先天元素已经演化阴阳五行之气，这是不是意味着阴阳交融亦可孕育生命？什么地风水火交融又阴阳五行之气的？对啊，朕怎么没有想到阴阳交融孕育生命？真是妙计啊，妙啊！没想到这货在这方面竟有如此深刻理解与造诣啊！不枉费朕当年留你一条性命。陛下谬赞了。东华帝君，如何阴阳交融？雄为阳，此为阴。
两位陛下本体乃是三足大日金乌，是火之精灵，太阳之体。只要寻得太阴之体，即可阴阳交融。若是陛下实在不知阴阳交融的精髓，老臣届时亦可现场指导。两位陛下，臣知太阴星上有两位神女，乃是太阴星孕育的生灵，既是太阴之体，又天姿绝色，与陛下乃是天作之合。倘若陛下能够迎娶两位神女，定能兴盛金乌一族，而且妖族也会实力大涨。太阴太阳交融，这等血脉，定然是洪荒万族的顶尖。金乌一族兴盛有望了。不过，怎么感觉这个开局和东王宫有点像？东王宫建立仙庭之后，就去找西王母求亲，结果被太玄道人的门人暴锤了一顿，仙庭从此一落千丈，再也没能崛起。爱卿，这两位太阴神女与那太玄道人没有什么关系吧？陛下放心，据臣所知，两位神女从不踏出太阴星半步，连圣人讲道，他们都待在太阴星中，怎么会和太玄道人有关系呢？和那女魔女娲没有关系吧？据臣所知，女娲从未踏足太阴星，应该也是没有关系的。这下只要说服两位太阴神女即可，凭借着朕大日金乌充盈的阳刚之气，定然是可以迷得两位太阴神女神魂颠倒，日后金乌一族就鸟丁苍盛了啊！两位爱卿速速为朕安排，朕即刻出发太阴星。倘若事成，将来妖族天庭君临洪荒，朕给你们记首功。是陛下。兄长，太阴神女。太一，我知道你最新修炼，一门心思扑在古道混沌中上。放心吧，两位太阴神女之事，兄长我一人即可。我不是。太一不必谢我，兄弟之间何须言谢？可是你不忍心我一人受累。太一，你大可放心，你有这份心就够了。为了金乌的兴盛，我不怕受累，我不怕受苦，我不怕受难，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兄弟情，真挚的兄弟情。真挚的兄弟情，真挚，太真挚了！为了大义，兄弟牺牲自我，请问这种事情还有吗？请千万要让我来！姐姐，又想起你的老师啦。是啊，我与老师不见已经2万年有余，不知道他没有侍奉在身边的日子是否习惯。姐姐，你的老师到底是个怎样的人？化形之时，我比你先一步，悄悄跑出太阴星，这才遇见了老师。而你因为晚一步化形，加上胆怯，不敢迈出，错失了拜师的机会，可惜了。老师是洪荒中最高深莫测的存在，风华绝代，冠绝万世。姐姐，你说的我也想见他了，始终没有老师的消息。不过老师说了，只要能度过亮劫，就自然能够见到他。姐姐，你的太阳法则领悟几成了？已经7成有余，但许久不得寸进，不知是何原因。已经7成这么多了，那姐姐离正道混元不远了。我还没有领悟一丝法则呢。姐姐，你当时是怎么领悟法则的呀？很简单呀，待在老师身边，自然而然就领悟了。姐姐，你又逗我，说正经的。好了，老师曾说，太阴神女常西天与太阴法则亲近，领悟法则的契机就在先天灵灵月桂树上。月桂树吗？月桂树全称太阴月桂树，月之灵，太阴之灵，内蕴太阴之道。在洪荒中，内蕴大道法则的灵根岂会是凡品？所以老师才说，领悟契机就在月桂树上。到底怎样才能领悟到太阴法则呢？两位太阴月神，你们的真命君子来了。太阴神女，吾乃天庭之主，妖皇帝君。今日携弟东皇太一特来拜访。妖皇帝君，这不是双皇帝君将会前来太阴星忽悠他们姐妹，说是什么加入妖族，成为天庭的女主人，实际上是怀有不轨之心。姐姐，帝君的浪荡贼子来了！浪荡贼子？我什么时候成了浪荡贼子？是谁毁我名声？这声音的来源是太阴神女吗？如果是太阴神女的话，好像他们对兄长弟局的印象不太好啊。那是不是说我的机会来了？哦，太阴星人迹罕至，应该就是其中一位太阴神女的声音了。兄长，万一两位神女拒绝了你，请务必让我试一下，直接大动干戈总归不好，毕竟日后都是一家人。兄长，你一心治理天庭，兴盛金乌一族的琐事，就由弟弟代劳了吧，弟哭一点泪没有关系。太一啊，你太小看兄长的魅力了。现在太阴神女一定是对朕有什么误会，只有解除了误会，凭借朕的魅力，你就安心等朕娶媳妇回来给你当大嫂了。两位仙子，朕乃是帝君，并非是浪荡贼子，还请仙子出来相见，解除误会。两位妖皇请回吧，太阴星是我的地盘，我不许外人进来。
仙子，我此番前来，乃是诚意请两位仙子加入妖族，成为天庭之后。果然如同老师说的那样，这个浪荡贼子对我们姐妹俩怀有不轨之心，自己姐妹俩遭受牵连，不得善终。我无意加入妖族，请马上离开。兄长你不行，让我来。两位仙子，我乃是妖族东皇太一太阳星大日金炎孕育而出的大日金乌，怀先天至宝混沌钟，可镇压当世，与两位仙子乃是绝配。滚！你说什么？哼，我姐姐都叫你们滚了，没听清楚还是不要脸？两位仙子，朕本欲先礼后兵，因为毕竟以后都是一家人。如果两位仙子敬酒不吃，吃罚酒，滚！两位仙子既然不从，就别怪我使用武力了，尝尝被焚烧的滋味吧。哦，这就是太阳真火吗？姐姐，这太阳真火乃是先天10大本源之火，务必小心。妹妹，你放心好了，这是以前我给老师烧水泡茶的火苗，不知道比你那太阳真火如何？现在是谁在尝被焚烧的滋味？这他妈是什么火？怎么比太阳真火还要厉害？他刚才好像说这是他以前给老师烧水泡茶的火苗。老师？什么老师？难道兄长，我们不会这么倒霉吧？这就是姐姐领悟的太阳法则吗？随手的小火苗，竟然连3族大日金乌的太阳真火都比下去了。姐姐都这么厉害了，那姐姐的老师该有多厉害啊？放心啦，以后再见老师的时候，一定带着你一起去。姐姐真好。仙子，你所说的老师是？姐姐的老师是谁都不管你的事，我的老师岂能告知于你？兄长，是你要娶媳妇儿，现在该如何是好？还能怎么办？当然是跑了。这太阴星若是变得人人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岂不是没了规矩？仙子，你的老师可是太玄道人。你问我的老师干嘛？真的是太玄道人，实锤了！完了，我是不是与太玄道人命里犯冲？太玄道人，咱们不会是要走东王宫的老路吧？会不会是东王宫算计我们？这什么阴阳交融、孕育金乌之法，就是东王宫提出的。东王宫老贼，安敢害我？扫地阿姨，永远的神，给钱到位，全都干废。不愧是仙庭最后的倔强，不愧是仙庭最后的顶梁柱。太阴神女可能也是太玄道人弟子的信息，当然是从扫地阿姨八卦来的。毕竟他的数10万弟子散布在洪荒各地，时不时会谈论起同门，太阴神女就在其中。仙子，误会啊，这都是误会啊！仙子，我以鸟哥担保，这绝对是误会。你担保个鸟！担保个鸟，确实是担保个鸟啊，但这话听着怎么好多层意思呢？两位妖皇，此次只是略施惩戒，若是再敢踏足太阴星，你知道是什么下场？老师，若不是遇到了你，我俩姐妹可能真的被那浪荡贼子骗了去，从此遭劫遇难。老师，你现在还在太云山上吗？东王公，你给我等着！太憋屈了。陛下，老臣救驾来迟，让两位陛下受挫了。陛下，你不能死啊！妖皇陛下昏倒了，快送回天庭！东华帝君，你个老贼，安敢害朕陷于危难之中？东皇陛下冤枉啊！老臣为天庭担心竭力，岂敢害两位陛下陷于危难？太阴神女之事，你作何解释？老臣也早就想问陛下，太阴星上究竟发生何事，令两位陛下及妖师受如此重伤？你个老狐狸，都是你搞的鬼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现在还假装不知，反客为主，倒问起我来了。朕问你，阴阳交融孕育金乌的主意是不是你出的？是。太阴神女是不是你举荐的人选？老贼，没得狡辩了，来人，拉出去砍了！在。两位陛下，老臣一心求天庭昌盛，向陛下进言乃是天职何错之有啊！在这500年里，老臣苦思冥想，又为陛下想了一条绝佳的孕育金乌之法啊！陛下即便要杀我，也要等老臣说完一条孕育金乌之法。绝佳的孕育金乌之法，不会又是想坑害我们的吧？这毕竟是传宗接代的大事，等他说完再做决策吧。哼，东王公，起来说话，朕只给你一次机会，如果不能令朕满意，你的项上人头不保。陛下，洪荒万族的来历各有不同，老臣经过500年的苦思门酿，终于想出了一套不用雌性也能孕育下一代的方法。
堪称是传承10里的神来一笔。继续说，老臣听闻12子乌乃是由盘古大神的精血所孕育而生，我想2位陛下的精血亦可孕育出生命，这是哪门子的妙法？你这分明是想抽干朕的精血！东皇陛下息怒，请听我继续说完。你要是说不出点东西来，我就把你当场震杀！陛下乃是火中的皇者，在火中孕育而生，那么陛下的后代也应该是在火中诞生。当然，让精血在火中化为生命，这其中需要的一样至关重要的灵根作为媒介。需要什么媒介？先天极品灵根扶桑木。扶桑木本质是木，木性温暖，又含生命之气，同时它又是太阳之灵，内蕴云安真火。正所谓五行木生火，陛下的金乌精血天然与扶桑木契合，因此定然可以孕育出小金乌，而且孕育的小金乌还可以继承2位 AA 陛下的太阳真火，可谓是出身高贵，成就无限啊！这完全不像以前的东皇宫啊，怎么加入妖族天庭之后，感觉换了个人似的？感觉他说的有几分道理啊！刚才冤枉了东华帝君，是朕听信了谗言，还请东华帝君不要放在心上。兄长谨慎啊！万一抽干了精血都孕育不出来怎么办？毕竟金乌一族就我们2只，实在少得可怜。而且计划已经宣告崩派了，要不试一下抽几滴精血，没有问题的吧？东华帝君，你要多少滴金乌精血？2位陛下各1000滴。1000滴？金乌精血1000年才能凝聚1滴，1000滴金乌精血要整整100百年苦修啊！逆贼，你这分明就是想抽干朕的精血！东华帝君，最多500滴精血，朕要见到小金乌！老臣一定全力以赴。抽不死你俩丫的！朕有后代了，金乌一族要崛起了！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！东华弟弟，朕以前真是误会你了，你是妖族天庭的顶梁柱啊！陛下谬赞了，这是老臣该做的。陛下何不趁热打铁，多孕育几只金乌呢？确实应该多孕育几只。那是我俩整整500万年的苦修。呵呵，陛下放心，老臣定当全力以赴。乖儿子们，快快长大！东王公真乃妖族忠臣啊！妖族有你才是真的幸运啊！为妖族上刀山下火海，老臣也在所不辞。我族喜添10只小金乌，天庭理当设宴庆贺。我这便去办。恭喜妹妹了，成功领悟到太阴法则。嘿嘿，都是姐姐教导有方。我现在能不能拜入姐姐老师的门下呀？你要拜入老师的门下呀，这得到老师点头才行啊！怎么才能见到姐姐的老师啊？女娲姐姐曾说，正道混元时呼唤老师的真名，老师就会听到，那时说不定就可以见到老师了。正道混元呀，姐姐你已经领悟7成多的太阳法则了，还差1成1多就可以正道混元了。不在老师身边，领悟太阳法则的进度越发艰难，我已经数千年没有寸进了，不知道何时正道。放心啦，以姐姐的天资，一定能够正道混元的，只是等一个契机罢了。到底什么才是我的契机呢？姐姐，我知道你的契机是什么啦。什么契机？姐姐的老师说，我领悟太阴法则的契机就在月桂树上。那么姐姐的契机就是扶桑木。扶桑木先天10大灵根，为太阳之灵，蕴含着浓郁的太阳法则。若是领悟太阳法则时有扶桑木在旁，定然是事半功倍。只是这扶桑木只能扎根太阳星处，别指恐怕会枯萎。那太阳星又是地距和天庭所在。姐姐，你忘了上次帝君太医2个登徒两子还想对我们用强，要不是姐姐实力强横，我们就遭了他们毒手了。说的也是，他们不仁在先，休怪我们不义。我便征用太阳星和扶桑木正道混元之后再还给他们，这才是我的好姐姐。你们见到10位殿下了吗？出身就是太乙金仙，甩了我们10几条街啊！不愧是2位妖皇，血脉强大，堪称无敌啊！有了10位殿下，假以时日，我妖族定然要大兴啊！金乌一族的昌盛，可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。妖皇爹爹、东皇爹爹，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勤奋修炼的。这气息好像似曾相识啊！陛下，大喜事啊！天大的喜事啊！太阴星上的2位神女亲自前来拜访2位陛下。太阴星的那2位，这算哪门子的喜事？快出去看看！尔等前来，所谓何事？难道是太阴神女吗？好漂亮啊！难怪2位爹爹都想占有她们。
陛下，10位殿下要冲出来，老臣拦不住啊！逆子，还不快速速回殿！妖皇爹爹，我们懂的。你还说强大了之后再强行把他们掳回来当小妾，这帝君真是贼心不死，还以为金乌的昌盛就寄托在你们手上，没想到金乌一族马上就要毁在你们的嘴里了。逆子，这特么是真的坑爹啊！麻了个巴子，东皇宫老贼，是你干的好事，老臣冤枉啊！上次略施惩戒，以为你们会记在心中，岂料你们仍是这样的浪荡贼子。本来想与你客气的谈谈借用扶桑木与太阳星的问题，但是现在立刻给我乖乖滚出太阳星！西河，你不要欺鸟太甚，滚出太阳星，还想占据我的扶桑木，我妖族天庭的脸面放哪儿搁？圣人钦定洪荒群仙之首在此，岂会容许2位神女在此放肆，扰乱我天庭秩序？来战啊！我妖族能人辈出，何惧你2个弱女子？姐姐，我看也别跟他们废话了，他们敢背地里这么专派我们，还想将我们掳走当小妾，其心可诛。你们滚！众将士们，敌人已经打到家门前了，拿起武器，守卫我们的太阳星！杀！白虎将军，快带10个逆仔走！高端的食材，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。我特么太难了！妖族发生了什么大事？一个个都被从太阳星上丢了下来。妖族妖皇战力无双，一定能渡过难关。不草，那何就是妖帝星与东皇太一？还有10只金乌，妖皇一家太翻了！天翻了，我天庭被团灭了！姐姐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这就是你的契机。就你最机灵了。老师，我们很快就能再见面了吧？道祖，不好了！何事如此慌张？帝君与太一2位师兄被轰出太阳星了，无数妖族落入了巫族的腹中。天道，你选中的天庭之主到底是什么阿三阿四？身负99至尊命格的大日金乌，面对2位太阴神女，竟然毫无招架之力，怕不是个冒牌货吧？还让我谋划下一次亮帖，这还谋划什么？帝君太一都被人干翻了！天道，你这个大傻！太阳星上真正的皇者，不是帝具太一，而是西河。只是这神女西河终日在太阴星上，怎么会有如此浓郁的太阳之气呢？奇怪，就很奇怪。白虎将军，可有联系到其他余部？回东皇陛下，腾蛇、碧华、金朝3位将军那里聚集了几10万兵将，其余不知。怎么这么少？回妖皇陛下，大多伤势较重的妖族儿良，落入不周山中，都被那巫族分而食之，连魁牛将军都落入了那紫巫的腹中。魁牛将军可是大罗金仙中期的修为，乃是妖族肱骨啊！没有折在西河的烈火里，竟然被紫巫分而食之，岂能不怒？巫族这一群蛮灵之辈，竟然敢欺我妖族，趁机落井下石。日后重建妖族天庭时，此仇必报。东皇爹爹，为什么要等到重建妖族天庭时再报仇？现在不行吗？是啊，为什么现在不去报仇？是东皇爹爹太弱鸡了吗？我们现在就去报仇！就是你们这些逆子惹的祸！我特么非得打死你们这些逆子！你们到底是不是老子的亲儿子？竟敢如此坑爹！太一，我来助你一臂之力。2位老爹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老爹，我一定乖乖听话。兄长，太阳星已经被西河占领了，我们想回去重新聚拢妖族是不可能了，需要另寻一个福地，重建天庭。当务之急不是重建天庭，不重建天庭，难道就此解散吗？太一，你先听我说，我们从化形而出到现在，所遇到的不顺之事，不是女娲就是西河。但是这个跟重建天庭有关系吗？有关系，有大大的关系。
你有没有发现，他们之所以这么肆无忌惮的欺负我们，是因为他们身后站着一位高人，而我们却没有一个靠山？好像是这个道理。他们若不是得那什么太玄道人眷顾，凭借我们的根疆与天资，又怎么会逊色于他们呢？所以我们当务之急是要寻找一位靠山，再重建天庭。你是说，咱们要拜在道祖门下，请道祖护持我们？正是如此。如果得到道祖的护持，即便是那什么太玄道人亲至，他也得给我们几分面子。到时候别说巫族，就是女魔头、女娲和西河也不敢妄动我们。对，道祖无所不能，乃是当今洪荒第一人，我们又可以重回鸟声巅峰了。哈哈！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去混沌紫霄宫求见道祖。我们翻盘的机会来了。道祖在上，弟子妖族帝俊太医求见。兄长，你说道祖是不是不想见我们？不会的，道祖一定是在考验我们的虔诚。道祖，门外妖族的妖皇帝俊与东皇太医求见。知道了，让他们进来吧。两位妖皇，道祖有请。弟子妖族帝俊见过道祖。弟子妖族太医见过道祖。你们所来所谓何事？禀道祖，弟子承袭您的恩泽，修为有所长进，心想着替道祖分忧，于是立妖族建天庭。可怎料那太医神女不分青红皂白，强行将我太阳星夺了去。道祖掌控洪荒，我等忠于道祖，立誓要为道祖分忧。没少皇者雄图伟略，指点江山，可这妖皇和这一点都不沾边，而且他们的脸皮恐怕能够和西方二世一较高下。西河神女占据太阳星一事，乃是你们之间的因果，我不便插手。道祖，道祖若是不为我兄弟俩做主，洪荒就没我们的容身之地了。上来就在紫霄宫里哭，这都是跟谁学的？得了得了，收起你那虚假的泪水，别特他妈恶心我了。行了，都别哭了。你们的来意我已清楚，你们且在33天上重建天庭吧。拜谢道祖。另外，你们半生至宝各含有一道杀阵，你们好生领悟，可作为护卫妖族天庭的大阵。恳请道祖指点。混沌中内可参详诸天星辰运转规律，悟得周天星斗大阵，何除他书仿照山河川脉走势，布下这两大杀阵，周天星斗大阵、混元杀阵。如果领悟成功，可保妖族昌盛。多谢道祖指点迷津，多谢道祖指点迷津。好了，你们退下吧。是道祖。待我们重建天庭，领悟了两大绝世杀阵，女娲、西河还有巫族，你们就等着我君临洪荒吧。有了红军道祖为我们撑腰，必将能够重铸妖族的荣光。太玄道人来了也没用。哈哈哈哈！封山大阵屏蔽天机，隔绝因果，丝毫不用担心被卷入洪荒纷争。鲜果鲜酿管够，还能栽花种草、写字作画、遛猴斗雀，时不时打个野兽回来弄个麻辣火锅，岂不美哉？啊，六耳大哥，你怎么修炼的这么快？还领悟了一丝什么战之法则？嘿嘿，如若不是老师的这幅画，我怎么能在大罗金仙后期的境界就领悟到一丝丝的战之法则？自从得了这幅画，终日闲暇无事就摸出来看看，数千年时间，终于领悟了一丝战之法则。可千万别小看这一丝丝，这可是意味着我已经走上了正道混元的道路。我何时才能像六耳大哥一样？侍奉好老师，以后横行洪荒那是分分钟的事情。到时候你还可以带领你凤族的小姐姐们环游诸天呢。呀，我明白了，老师，你今晚想吃什么火锅？要不要我去凤族召几个小姐姐过来侍奉老师？孔宣，凤族小姐姐就算了，有事说事。还是瞒不过老师的法眼。孔宣自知资质愚钝，想请老师指点一下修行。孔宣，大道3000，你要寻到合适自己的路。老师，怎么知道合适自己的路呢？自我审视，问道于心。是谁？你从你要到哪里去？这就是自我审视，问道于心。如洪荒万物变化万千，满脚星星移，你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路，方能不被绚丽的道法所迷惑。你好生领悟，这一套理论乃现代世界放诸四海皆可的鸡汤，哪怕红军来了，也要被忽悠进去。多谢老师教诲，记得去打理好仙草原，今晚吃牛肉火锅吧。是，我这就去打理仙草原，然后捕猎一头牛回来。我是孔宣，乃是元凤本源之力与后天五行之气交合演化而成。悟草，我明白了，五行之道。老师，我找合适自己的路了。我本元凤本源与后天五行气交合演化，天生与五行之气有极强亲和力，修行五行之定事半功倍。仙草原就有一株先天上品灵根五行果，这就是老师要我打理仙草原的原因。老师真是神人啊！小老弟，现在明白了吧？所有的一切看似是老师随意所为，实则大有玄妙。遇见老师，当真是最大的福缘。有时候我都怀疑老师将那么多师兄师姐遣散下山，是在下一盘大棋。这棋有多大？很大很大。下什么大棋？我只想快点和那些弟子们见面。